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37.21，收盘价是136.0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8.96，最低价是在135.5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88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倍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回档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开盘即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然后呢，股价震荡上行，一度是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上方是在10日均线值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开始震荡下行。那在尾盘的时候，股价又出现了一个迅速的急速的下跌。那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的底部，当然也是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反弹的 K 线，成交量缩说明当日的这根 K 线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没有足够的多头力量进入，也就是说在盘中股价是一度在5日均线值和20均线值上方，但是在收盘价的时候呢，又被空头压回，也就是多头的力量不足，那么我们认为呢，在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它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连续有2个交易日的反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收盘价也在这根红 K 实体的最高的下方，对，也就是并没有完成一个向上的突破。那出现直涨的 K 线呢，上方不能突破，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可能会继续会反转向下，而去向下测试。那向下测试呢，我们说这根红 K 的最低132将是目标，所以对于目前股价的走势来看，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137.61，和它的最低132将继续成为股价日后走势的重要标志。所以说股价只有站上它的最高才能反弹，那么跌破了132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后续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3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在136附近，另外一个收盘价是在139附近。当然在139呢，它是一个反弹的一个预测，对。那实际呢，在11月4日收盘价是在136.05，
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。好，那么股价呢出现了止涨的信号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1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认为继续是129。虽然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个底，但是我们认为在到达129之前，目前这根红 K 的最低132，它是一个支撑位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所以在到达129之前，132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129如果被跌破，我们认为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，那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15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01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144.42，是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，站上它就是再次出现头高，那么英伟达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，会继续上行。那我们认为股价一旦反弹能够站上144.2，那说明股价这一波的回后再上涨成功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大幅的上行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当然我们在给出上行，我们之前给出一个整数关口目标就是150，我们说其实在144.42以上每一个点位都是英伟达股价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1月5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上沿，我们会看到在11月4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因此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么到了11月5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35.5，也就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，对，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的理由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如果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下跌的 K 线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低，因为这个前低次日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135.5，也就确认了止涨信号 K 线，那么接下来股价一定会目标一定会去测试132，因为向上不能通过的话，股价一定会在向下进行测试。对，好。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对于多头来说，在11月4日收盘价在136.05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抢反弹的，因为出现止涨的信号 K 线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对于多头目前应该是不可以进场，在技术上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是139，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32和129，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。那我们会看到，一旦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呢，跌破132，那么这一波回档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，因为上方有头低，现在下方还差底，所以132这个位置将是目前股价的一个重要标志，这个位置也是强支撑，这是多头一定要保住的位置。
并且呢，这也是空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是压力位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从135.5到136.5之间。对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137.5这个位置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38到138.5。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140，第五个压力位是从144到144.42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呢是前一日，也就是这根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34.5这个位置。第二个支撑是132，第三个支撑是129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5日英伟达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37.5，最低会到达133.5。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4.5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37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5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38.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8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5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1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